myself. Yeah, I love myself. Ooh, yeah, I love myself. Yeah, wait, yeah, play Chanel. I'm a paraphernalia. 游览的区域空间有限，可留。改装车呢，必然会面临一个问题。像我现在这样每天接触到的都是民用来拍广告的车，改装的灵感呢也会随之慢慢枯竭。有的人喜欢看画展，有的人喜欢看雕塑，那他改的车上面一定有一些专属于他自己不一样的审美。最早的时候，大家改车都喜欢把自己的车改得像赛车一样，无论是外观看起来，还是实际开起来。在庞大的改装车风格体系当中，赛车化的风格真的是一种绝对不会犯错的风格，它是有规则的，而改装没有。但往往改装的灵感就源自于这些有规则的地方，源自于你对于赛事究竟了解多少，和你的认知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。但是这事儿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，所以这个东西本身在认知层面上，它是完全不成体系的。在这整个事情当中，我作为一个汽车自媒体人，我的核心优势又是什么？难道不应该是以一个自媒体的身份，更多的机会去先接触到这个东西，并且把从中获得的这些灵感转化成一个一个作品，成体系的传递给大家。在汽车的众多属性当中，运动这个属性一直是我们不变的追求。即便是一个玩姿态的人，他也希望自己的车看起来拥有一些战斗的姿态，因为只有那样的姿态才是对的。而为什么这会是对的呢？现在在我的手中，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积累，已经拥有了去触摸到那个谜底的机会了。热爱无法阻挡。108GX 含气能量风味饮料。战车，要说这两台车的话，其实故事还挺多的。咱们先从哪台开始说呢？我先来给你们讲一讲这台 Mark II 怎么来的。非常非常喜欢 Mark II 这种方方正正、特别大的这种车，然后就购买了这台 JZX Mark II。再一个，像这种车型的话，它就有点像那种英国的雪茄车一样，它代表的是日系的那种豪华的车的一个时代，所以说还带着一点不一样的那种味道。开着一台看起来这么豪华舒适 ，OK， 我用了豪华舒適这个词儿。这个车的原车其实看起来确实是挺豪华舒适的那种取向。信じられる車を新 Mark II誕生。这台车的话，搭载的是丰田的1GZ 发动机，原厂动力280匹马力。前段时间练车拿这台车追走还挺爽的，并且呢给这台车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撞击的一个痕迹，导致呢这台车现在车门开起来都不是特别好开。对，就像这样。我当时就坐在这儿啊，就亲眼看着车滑过去，然后撞在另一台车的车尾上。同样也不怎么好关，需要一些技巧。但是这些技巧呢，你一定要作为它的车主，你才会知道。
这种技巧就是伴随着这个你技术的成长、岁月的流逝，只有你和他才知道的事情。这台呢，其实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游戏里面的那种 easy 模式，但是接下来这一台就不一样了。曾几何时，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车手，来自美国的 Maxfield， 是他的车。之前呢一直在看 D1 中国的比赛，当时在赛场下面做着直播，穿着媒体的马甲，看着这个比赛。如今呢，我却获得了这台车。这个我跟你说，小说那爽文都不敢这么写。这台车的尸体呢，当时只有变速箱和底盘件，外观呢也是残缺的。因为之前 Maxfield 使用的是微星8缸发动机，所以说呢，我就给它配了一台通用的 LS3， 一台自然吸气的微星8缸发动机。那这台发动机的马力呢，其实并没有它看起来和声音听起来那么大。后来拉马力机330，对330啊，你是什么德国 SUV 吗？330。和普通街上你看到的改装86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区别，就是你看整个这台车的后包围、后叶子板的这个位置的话，平时我们自己在街上看到的那些宽体，只要切到这儿就够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台车呢，直接切到了这儿，整个后面的这个后叶子板全都是替换件。有一次爆胎了，直接把这整个这一片给掀下来了，就。故事。来了，哎呦，这么完整，还行还行，缝缝补补又一年，看着还没什么事儿啊，整个掉下来了。要着重说一下，这台车呢，它使用的是一台 V8 发动机，搭配的变速箱呢是一台 G-Force 的手动变速箱，总共有4个档位。这个变速箱呢其实是直齿的，也就是狗牙拨箱，在你极限操作的时候，甚至可以不踩离合直接挂档啊，因为它是直齿，直接往里面推就可以了。直线加速赛呢，其实里面也会经常用到这台 G-Force 的变速箱。两台车呢开起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，但是呢，确实也就是这2台车帮助我真正的掌握了漂移的技术。你现在在这儿看到的这一切，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。通过改装这个方式来去把我看到的一切传递给大家。如果你非要问我这档节目和之前的所有节目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话，我想这么跟你表达，我终于可以开始任性的改车了。哦。